是部长、署长，我想大家都在讨论川普上台之后的未来的局势哦。那台湾跟美国2023到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贸易情势，我们逆差大概有多少？一年的逆差，对美国500多亿嘛。您可能要对着麦克风说。在历年来说，其实我们对美国的差一直是在提升的，就是对美国的出口是在扩增的。是的，所以从川普他竞选时候的政见，包括他对于所谓课征基本关税，进一步提高不公平国家的关税税率，这个不签看起来他在1月20号就职以后，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进行。所以我们目前。好，2023看起来是400多亿，快500亿。那我们是不是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国家？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会不会被列为不公平贸易国家？这个部分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财委会有提出专案报告，我们觉得要关注这个议题。没错，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它的这个顺差一直在扩大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要等着给保护费，然后不知道保护费够不够的国家。我们一直在插雷弹啊。那关务署这边我们有所谓的关税，也是我们的工具。那目前为止，如果按照川普他们的智库提出来的，有几个国家，第一个是中国，第二印度。欧盟、台湾、越南跟泰国，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要提升所谓的平均关税差距的话，严重影响的大概是印度，它会提升到88%，逆差将近会减少88%。台湾更也蛮严重，会影响到59%。第3名是越南44%，也就是说，它对中国的逆差还没有像我们这个差距来的这么大，所以其实工研院我们也很担心，接下去会影响到的关税。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他们提升关税，部长，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武器可以使用？他们对我们加征关税，我们也可以对他加征关税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贸易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报复。那我们看到，我们输出到美国的主要的产品里面是AI 的相关的，他们需要比较大，他们是需要大，那所以他们内部变成是要承受它高关税，所以相对他们的成本就提高。所以我只问说，我们有没有工具？我们有没有方法？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关税上面有一些相对应的工具，我们可以使用，而去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这是我关心的。所以关税，我们台湾的关税没什么用，是吗？不是这么说，没什么用。其实因为我们是 WTO 的会员，没错，所以相关的税率，那他也是啊。那他提升之后，WTO 不会对他们做处理吗？不会，因为美国太强了。总统职权那是来，署长，你有什么工具？你有办法吗？报告委员，我们的那个税率都是立法院要3读通过。是，所以我们立法院要帮你的忙，否则你没有工具，是吗？就是各部会如果评估的话，这个是我们接下去要做相关的处理以后，重点是我再强调一次，要付保护费，要知道自己要付什么保护费，然后我们有什么应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关心的焦点，好吗？好，署长请回，我想请部长留步哦。那请赋税署署长，还有国产署署长。部长，其实我们在司法院的统计里面有看到。最高行政法院它其实有非常多行政诉讼的状况，那行政诉讼的数量里面统计出来，对第1名的叫做土地事件，大概有118件的行政诉讼，那这是最高法院。税捐事件大概是113件，这2个就将近占了30%到40%，所以土地事件、税捐事件大概都是财政部的案子，对吧？你们一年有多少相关的诉讼案件？您是指司法院里面还是行政法院里面？司法院统计年报，最高行政法院有统计，第1名叫土地，第2名叫税捐。第一个要跟委员报告，国产署这个部分大概它是属于私权的部分，所以它应该是走民事诉讼的部分。在行政救济的部分，其实大部分它不会走到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大概会是土地的案件，大概土地的案件大概可能就是属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大概跟国产署之间的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高的数量。没有，我们现在统计的是行政诉讼案。对，行政诉讼来说，土地的案件应该不会在国产署这边的。没关系，我现在问你，一年要花有多少这样的诉讼件数？我们现在赋税署就赋税的部分，请署长来就统计数字。
好，我跟委员报告哈，目前我们手上的统计数字就是打到行政诉讼的，如果是中央税的部分啊，占比是大概我以112年度为例啊，大概占比是8.45%，就2744件里面，属于税捐案件是232件。那地方的部分呢是2319件里面，税捐的案件17件，占比是0.73%。相对的是说，国产署还有赋税署，其实跟民众的官司其实不少。那在112年的时候，行政院曾经颁定一个计划，就是有关律师法跟专技转任公务员条例，增订了所谓机关跟公立学校可以设置所谓的公职律师的制度。部长，这个公职律师的制度要延揽一定职业经历的律师来机关里面提供相关的服务，还有参与法律案的研议。但是在112年提出这计划之后，财政部如果依照你们有这么多的相关的诉讼也好，不管是民事的还是行政诉讼，你有考虑引进行政院这样的计划吗？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卫福部还有国防部有来申请，财政部从头到尾连提计划都没有，是吗？对，我们大概调查过哈，其实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所以赋税署也没有必要打这么多官司，也没必要。相关的诉讼会由我们内部的法务人员来做，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委请外部的律师。那我们另外用我想问一下，请你统计你现在所有的机关，你一年有花了多少相关的费用在请律师？我们来统计一下是可以啊。所以如果按照你刚刚讲的那些诉讼，因为行政诉讼是律师强制代理，所以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会变成赋税署它的一个负担？好，这个部分我们来调查一下相关。我们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行政院有这样的计划，相关的单位也有提出需求，但是我们看到可能最多行政诉讼的机关叫财政部，但是他们完全不甩这个行政院这个机制，有点奇怪啦。这个机制难道我们行政院推动来之后，自己的机关都不愿意参与啊？这很奇怪。我这样看到，教育部还希望有17个，内政部2个，国防部3个，财政部0个。财政部有这么多行政诉讼，拜托，我觉得公职律师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节省我们的成本，而且也可以让更多在你的内部就可以做相关的处理。如果你花的钱可以请到公职律师在里面，可以节省掉成本。第二个，也可以增加机关参与行政院推出这个法案、推出这个计划的好意啊，好不好？所以财政部说来不考虑行政院这个计划，不是不考虑，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实际的效益情况。112年到现在了，已经推了1年多了，我们也调查过，只有国防部还有卫福部，所以其他的机关，我觉得财政部也应该参与讨论，好吗？这是回去你算一算，你每年花的钱，跟你用公职律师花的钱，还有效益上面，我觉得希望你们做个评估，尤其是你们诉讼大概是全部机关里面应该是最多的，好吗？不会吧？我们来在效益的部分再来考量。好，那就麻烦1个月之内把这个部分回复给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部长，你这几天大概都在讨论我们财划法的问题啦。财划法现在国民党的修法版本好像还没有确定，但是民进党还有行政院目前也是不推动相关的修法。但是部长在今年11月，萧美琴副总统曾经参与了工商总会的庆祝大会。工商总会在2023、2024的全国工业总会白皮书里面都有明白的提出来，他们建议要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部长有看到他们的白皮书吗？了解，财划法的修正，相关的党团也有提出。如果说执政党要用在野党喊修财划法是为了掏空国家，所以也是把工业总会列为掏空国家的一个对象吗？这么说，最主要是说，因为在没有完整的讨论、审慎的规划之前，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完整讨论，希望你们审慎规划，但是不是提出修正意见就是掏空国家。我要再次强调，工业总会也提一样的意见，财政部不要再假装没看见。我们没有假装没看见。这个白皮书已经2023、2024的白皮书都已经做成，而且副总统也去参加工业总会的庆祝大会。我想还是一样，
接下去财委会包括院会都会处理财划法，我希望部长你们还是要提出你们认为多少的垂直分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在一个国家可以超增4000亿的情况下，补足2000多亿，让地方政府能够多一点财源，并不是万恶不赦。部长，我希望在我们协商之前，可以看到行政院的版本。跟委员报告，还是讲了我财划法的修正要审慎的规划，而且要充所分的以不要再说提出修法意见就是掏空国家，否则你就是把工总也列为掏空国家的元凶哦。因为在事权跟钱权必须要相配合的来做讨论，但是事权完全没有讨论，而是听听只社会的意见，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听全部的人的意见，不是只有在野党的意见。以上，谢谢委员，谢谢。